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那 William， 这500块你的，干嘛给我那么多钱啊？我欠你的吗？对哦，我怎么忘了？那你们看，借我钱就有这个好处咯。别人借钱会忘，可是我已经全部进去 computer 了嘞。那佳倩，这600块是我欠你的，这200是那天我在 cashier 拿的，你帮我拿回去啊。OK， 我欠你们的全部冚唪唥還清了。嘿嘿。龙哥啊，你赢钱了？投资啦。是啦，投资在那些马身上，今天输5000，明天赢2000。那不是倒输3000？对呀，可是你看这副得意的样子，好像真的赢钱了，缘分真的是没有。你不要这样啦，那你看，这1000块哈是你的，来。我知道，男人不可以有太多钱吗？有钱就作怪。哎，Father， 那我只能够给你这么多啊 ，OK？ 哎，你哪里只欠我这1000啊？哎呀，这是我孝敬你的嘛。那欠我的钱怎么办？我当然会还。哎，Mother， 你有没有听过啊？父母债啊，这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嘞，所以就慢慢还了 ，OK？ 喂，哎，老高，什么时候出院啊？哎，老高，今天早上。哇，干嘛这么拼？一出来就开店呐？哎，你脸色真的不大好嘞。是吗？应该多吃点补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这样熟，不用请我的啦。哦，应该请。你在看什么？阿娇嘞？阿娇是你叫的吗？哦，sorry 哦，忘了你要我家老板娘哦。哎，老板娘在吗？你找她有什么事？哎呀，没有啦，只是跟她讲 hello 而已嘛。你真的很有心哦。她回娘家看她妈妈。她妈妈昨天晚上不是出来新山见她的咯？她去了新山，等不到她妈妈，打个电话回家，原来她妈妈给猪公咬。猪公咬？你不知道猪公会咬人的吗？猪公一发狠，他一见人啊就咬，就好像那些德国贝，看到女人就流口水，连别人的老婆也不放过啊！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！我又不养猪。哎，你讲话这样慢哦，要死这样，你真的应该多吃补嘞。我会的，不过我要请你先吃。你请我吃补，我还以为你只是请我喝咖啡而已嘞。不止，你那么照顾我，我怎么能请你喝咖啡而已？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嘛，只是送你进医院而已。你还帮我做一个大宣传哦。什么？你讲什么？哎呀，好
处跟人家讲我吃假的伟哥，吃到进医院。现在全巴萨人都知道，这不是给我做宣传吗？我哪里有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 Ogi。那天我看到 Ogi， 他跟我讲你吃错药进医院。哎，我叫他不要乱讲的。他说全巴萨的人都知道嘞，一定是他，一定是 Ogi 讲的。我表哎，你跟谁买药？这个人认不认识 Ogi 的啊？有人告诉我，我住院的时候，你天天都来我的店，一天啊来3次2次而已啦。拿货吗？有这样多货拿咩？漏掉1次就来第2次喽。你的店生意这样好吗？要天天来补货吗？对了，最近生意特别旺嘞，好像旺到火在烧起来是吗？对了，真的是旺到很像火在烧这样嘞。那我就给你再加一把火。哇，破水嘞！哇，你来真的，神经病啊你！哇，哎，哇，啊，哇，啊，你，哎呀，妈的，这小姐不相信我。这死老高，你变态的！哇，这么喜欢咬人，那下辈子你投胎做狗啦！妈的！你想怎么样？龙哥，我是阿娇。阿娇啊，哎 ，sorry 啊，我以为是别人嘞。没有关系。啊，你现在有没有空出来一下？现在，你不是回了娘家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老高跟你讲的哈。他说你妈被猪公咬伤了吗？我不这样跟他讲，他不会让我回家的。那你妈有没有事？没事，我是回家带我哥哥出来。我们到新加坡了。这么快啊？你不是说越快越好吗？我是这么说啊。那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去接你们喽。老兄，你们刚才给的钱不对，你们给我的是马币。对啊，我妹妹给你30块马币了。那就错了，应该是30块薄币才对啊。哎，龙哥，我放电话了。啊，我等你啊。喂，给钱！什么事啊？她说我们给错钱，哪里有？我明明给你30块了。她说要30块波币。对啊，你们极厉害啊，把钱丢下就下车跑，还好给我找到你们。喂，谁跑了？你这个驾霸王车真不讲理的。我们在新山上车，当然给马币啦。喂，你们是来新加坡，当然是算薄币了。你简直欺负人嘛！你说我们30块已经比别人贵了，我都没有跟你计较，现在还要狮子开大口，你把命吃我们哦！喂，你给不给？不给你们给我上车，喂，我带你们回新山。好啦，小妹，不要给她。这位大哥，请问你，如果我们从这里坐你的车回新山要多少钱也是30块。 ？30块马币。你等久，是薄币。那你就不对了。什么不对？刚才你说从新山到新加坡，因为目的地是新加坡的关系，所以算波币。那如果我们从新加坡坐到新山，目的地是新山，照说应该是算马币才对，怎么还算波币呢？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喂，你只选择对你有利的，你根本不管大客的利益，用这种手段做生意，怎么行呢？这里人来人往的，大家都听到刚才你说的话。你说还有人敢坐你的车吗？坐霸王车的目的是什么？说到底就是冲着便宜这2个字。你这样的收费法比一般的德士还要贵，你说还有人敢坐你的霸王车吗？再说，你不要忘记，做霸王车生意是犯法的。人家听到去报警，你不是更得不偿失？怎么样？你想用警察来吓我？你干什么啊？跟我们走，不要管他。喂，做梦你！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时间节省下来，去拉生意？那可能可以赚更多钱。我知道，你们家霸王车的生活也不容易，
但是赚钱固然重要，却要赚得堂堂正正的。用这种手段骗人家的钱，而且是骗同乡的钱，难道你会心安理得吗？哥，不要管他，我们走了，走了。14眼猫，你找死啊！很多大马人到新加坡来，辛辛苦苦讨生活。他在向这些人下手之前，应该想想，做人不能没有良心的。好了，哥，改次哦，不要跟这种人讲这么多话，气坏自己身体不值得的。不会啊，我一点都不生气。他们太无知了，以为赚得一点小利，就是得到很多。他们不知道是因小失大。其实他们会那么无知，全是因为受教育不多，又加上贫穷，所以才用各种手段赚钱的。而之所以贫穷，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，也不是没有地方赚钱，往往都是因为赌博。哥，这是华人劣根性，他们什么都赌，赌万字、赌字花、赌球、赌马，什么都赌。好了。当年，老爸就是欠了一身债，才活活被人家砍死的。好了，不要提这个了。那时候我就在他身边，可是我却无法阻止。如果当时我可以大声喊救命的话，他可能就会被救了。可是我都吓到，连话都讲不出来了。喝什么？哥要喝什么？这里罐装水怎么卖？快2。快2。我们等下还叫，谢谢。快2就是我们那边2块4左右，太贵了。这边一碗面怎么卖？一般上是2块半。那就是5块钱。哥，不要算了啦，来到这里就要适应这里的生活，这东西吃啦。不要，你叫你的吧。我有午餐，我还有2粒面包呢。不要吃这些了啦，需要早餐饭给你吃哦。不要，你叫你的吧。你们花那么多钱给我看病，不要再浪费了。该花就要花，这不叫做浪费。食物只是要来维持生命，其实呢，人不需要吃太多太好的。我有2粒面包，1瓶水，这个午餐已经很足够了。你不会担心我不够营养，因为今天早上呢，妈已经给我吃了2粒蛋，这已经足够维持我一整天了。其实呢，一般人只是为了口舌之欲才吃的。你怎么了？牙龈痛啊？我在生你的气。为什么？你第一天来新加坡，我要请你喝水吃东西，你都不赏脸，你说我气不气啊？哇，你竟然用激将法！想当年，诸葛亮说：“哥，你不要跟我讲历史了啦，我肚子饿了。”看来我不吃你这餐也不行了。老板，小姐，请问2位。2位好。什么菜1条鱼。？1条鱼，还有呢？鸭腿。鸭腿好。等一等，是叫给我的吗？对不起啊，鸭腿和鱼都不要了。给我豆腐跟青菜。豆腐跟青菜可以。好。饭是我吃的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喜欢吃什么。咖喱汁多一点。好，可以。老板多少钱？1块半。哇，新加坡消费真的很贵，这样一盘饭要3块多马币。我这次过来，肯定增加你跟妹夫的负担了。不会啦，钱嘛，花了可以赚回来的。妹夫开店赚钱不容易，现在又要负担我生活。哥，老高他不知道你出来，我朋友会帮你找住的地方，他弟弟是医生哦，你看病也容易一点。怎么不早说？我怕你不跟我出来嘛。啊，你不用担心的啦。我自己一个人身无分文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不放心的是你。我？照这么看，妹夫应该不知道我到新加坡来，对吗？万一他知道了呢？
之后就知道了，怕什么？我又没有花他的钱。哎呀，我借你出去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真的连累你了。狗啊，你不要说这些了啦！你再说下去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好吧，我吃。妹夫对你好不好啊？他基本上对我们家是好的，花那么多钱给我看病，也常常给我们家送吃的、送用的。但是呢，你嫁给他，我即使到现在还不太能接受，有时候还翻来覆去的想，总怀疑你是不是真的爱他？狗啊，你很好笑嘞！如果不爱，怎么嫁给他？而且我们相处差不多1年多了，如果不爱，怎么可以相处在一起呢？我知道我们年龄是有点距离，可是这辈子你想了吗？你说的没错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用常理去推断的。我不爱的人，不代表你不爱；我爱的人，也不代表你会爱。这爱与不爱之间，基本上有它的复杂性，但也有它的必然性。狗啊，你又来了！你讲的是我听不懂的话。我要说的是，人的行为与感情都被我们身体内的荷尔蒙分泌所左右，所以有些科学家正在研究，人是不是可以被改变呢？结果证实，他们可以通过人体激素的变化，让一群不抽烟的人变成无烟不欢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好人也能在控制他体内激素改变后，让他变成坏人。那不是很可怕？对，人体是非常复杂的，人的很多行为直到现在还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，因为呢，人体基本上是由细胞组成的，而每个细胞是由……狗啊，不要讲了啦，饭都凉了，快点吃啊！好了，不说了，听到你都不想吃了，我去洗手间。你哥哥呢？他在厕所呀。哦，你们坐哪里？坐那边。哦。你要不要喝水？哎，我自己来。哎，哥不要高哦。哇，你手脚还真快嘞！那天我才说吗？你今天就把你哥哥接出来了啊？要不是你答应帮我，我想都不敢想。放心好了，有我在，一切 OK 的。卢哥。你身上好像有汽油味哦。那死老高喽。怎么？他要烧死我嘞！你不开玩笑啦！那时候皮蹦跟他讲了什么？他怀疑我靠你嘞，所以用活水来淋我，要把我烧死烧住啊！他希望我跑得快，不然早就被他烧死了。不好意思，给他咬到，你看。那老高真是的，好人跟坏人都分不清楚，回去一定要说他。你几厉害讲话喽？不还钱还敢啰里啰嗦教训我，你想点早点死是吗？你们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？不要打我！不要打！把他手拿开！不要这样子了！再打我！要打你！要打掉你牙齿！你还敢不敢教训我？把手拿开！哭什么？你以为你是梁婆婆啊？梁婆婆我也照打！
这么一去不回头的。哎，龙哥，你们怎么去这么久？我还以为你们发生什么事嘞。厕所多人吗？哦，这是我哥哥。你好，林文杰。阿龙，罗家龙。哎，你哥哥去厕所还是去游泳啊？哦，因为他怕热，所以他就用水洗头了。哦，龙大哥，真不好意思，麻烦你跑来。不要这样说嘞。阿娇在新加坡就我这个朋友嘛。我是什么什么在所不辞的啊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对咯，就是赴汤蹈火，今天就差点被火烧死。哦，你们都吃饱了？原本今天我还想请你们吃顿好的嘞。不必了，不必客气。客气什么？我是尽那个什么之谊吗？既然已经吃过了，就改成今天晚上。我现在就带你去住酒店哦，走走来。不要了，龙哥，酒店很贵的。不需要了，住酒店太不划算了。我自己一个人有个地方躺下来就行了。阿龙嘞，我人面很广的，有很多酒店都会给我面子，不会算我贵的啦。哎呀，放心好了，这些包在我身上 ，OK？ 来，走。哇，哇，这么重啊！里面有黄金啊！的确是黄金，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哇，你哥哥很轻嘞。我告诉我，黄金就是输了。带香书出来啊，难怪你这样有墨水啦。龙大哥，我自己来吧。哎呀，不用啦，你们这种读书人哪里有力气？还是让我来 ，OK？龙哥，啊拉着走比较容易。我要练力吗？龙哥，啊？我有点担心我哥住酒店。怎么嘞？住酒店很舒服的嘞。哦，你狗有病哦。小声一点，他在后面。其实你都还没告诉我你狗什么病嘞。医生说他有忧郁症了。忧郁症啊？难怪啦。他读这么多书，肯定会忧郁的嘛。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啊，也是整天忧郁的嘞，忧郁考试，忧郁老师打，还忧郁会不会考最后一名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怕你阿狗住酒店，没有人陪他会忧郁，对不对？那既然这样，不要紧，到我那去住。方便吗？方便，怎么不方便？谢谢你了，龙哥。什么龙哥马哥的？叫我阿龙比较好听吗？不可以啦，我哥叫你龙大哥了，我那可以叫你阿龙。其实哦，我真的希望有点像你大哥。既然你知道我的魅力了嘞。哥，你先去龙哥的家去住，他的家很靠近老高的店，我去看你也比较容易嘛。而且哦，他在这里吃得开的，有他照顾你，我也比较放心点。那龙大哥，麻烦你了。哪里不会麻烦啦？这里应该有得事哦。我想过去那边看一看。哦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走太远哦。哎，你回去哦，记得小心点呢。这死老高听了 Oki 的话，现在把我当仇人，竟然要用火来烧我。我没想到这死老高凶起来这样可怕，我现在是担心哦，你回去他不懂会怎样对你啊。我又不是没给他咬过打过。那如果他再咬你、再打你，你记得报警啊，说他虐待 ，OK？ 不可以了，那可以这样做的。你看你人这样好啊，迟早会被他咬死的。放心啦，老高只是比较紧张我，他不会对我太过分的。龙哥，你千万不要跟我狗讲老高咬我的事情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
你是怕你阿哥知道了，他会更忧郁，对不对？放心好了，我是不会讲的。谢谢你啊，龙哥。还有哦，如果我哥住在你的家，带给你们什么麻烦，请你跟你家人说，多多忍让哦。因为我哥脾气不是很好，最好不要惹他发太大的脾气。开玩笑咩？你阿哥这样斯文，会有什么脾气？你都还没有看过我的脾气耶。也奇怪哦，怎么这里好像没有德式哈？来，进来。这就是我家了。那楼下是店面，我们是卖炸鱼的嘞。哦，难怪一路上来都闻到一股香味。当然了，我们炸鱼哦是新加坡 No.1呢。等一下请你吃哦。哎，带你进房，来，哇，来这里，这是厨房，厕所在那边，我们的房间在最后这里。这间了，来。这就是我跟我弟弟的房间了，以后你就住这间，方便吗？方便。那我睡下面，你就睡我弟弟的床啊。那你弟弟呢？那还不容易，我叫他去睡我二弟的房间啦。我二弟现在在香港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二弟哦是新加坡 No.1的doctor嘞。等他回来，我叫他帮你看病，他很厉害的，什么病都可以医的哦。你知道我有病？你妹妹跟我讲了吗？那你还肯让我住在你家？做人要讲义气的吗？更何况是交朋友，对吗？你真是难得。龙大哥，你是怎么认识我妹妹的？哦，我们的货是跟老高拿的嘛，当然认识啦。那你也不算认识我妹妹太深，你既然肯这样帮助我，我非常感激你。唉，人家说新加坡人非常冷漠，看来一点也不可信。当然不可信了，你看我多么热情。哎，我有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了。每次我进去哦，他们也像我这样热情的招待我。我们就像兄弟一样，不像那种大人物，整天说什么要剥皮、要开战了。哎，你的东西可以放这里哈。那些都是政治人物玩的把戏，他们以国家民族的捍卫者姿态出现，以提高自己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。其实随着教育的普及，这种招数已经越来越不管用了。所谓积习难改，他们还是乐此不疲。他们不累，人民很累啊。对咯。哇，我也听得很累嘞。龙大哥，你同意我看法吗？不可以给他看扁啊。那基本上哦，我是同意，只是有一部分我不同意咯。也就是说，有些同意，有些不同意。哎呀，总之就是同意跟不同意之间啦。看起来你对新马的政治有一份独到的见解，可以跟我分享分享吗？没问题。哎呀，不过现在我要下去帮忙了。你自己慢慢收拾，慢慢来不要紧张。等你弄好了之后再下去找我。冲凉房就在那里啊。哎，龙大哥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哦，可以。什么问题？你一定要坦白地跟我说，我妹妹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好吗？哦，好，真的很好。那你看我每次看到你妹妹哦，她总是笑嘻嘻的嘞。那所以你放心，你千万不要忧郁哈。等一下我请你吃我们新加坡 No.1的炸鱼，包你不忧郁。哪是朋友就不可以忧郁啊？不然你忧郁我也忧郁的啊。哈尼，我回来了，这是我妈做的茶汤，快来喝啦！你做什么关店？我不是要关店哦，我要卖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张脸还要啊。发生什么事？你不知道啊？知道什么？你不要假啦！你跟阿龙的事全世界人都知道了。我跟小老板做什么？我住院的时候他每天都来我们的店有时候一天来2、3次。谁跟你说的？总之有人告诉我。是阿吉是吗？你不要管谁告诉我，我不是很早告诉你吗？阿龙是个王八蛋不是好东西的。他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不要赶他走
他是我们的客户，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？而且还帮过你的，送你去医院。那又怎么样啊？他在背后啊讲我买假的伟哥，害我走路啊抬不起头来。哼！你怎么知道是他讲的？你为什么处处为他走啊？我没有替他说话，我只觉得做人要有良心，不可以恩将仇报。人家对我们好，我们一辈子都要记住的。你放屁呀！阿龙这个人不是好人来的，他知道我不行啊，想打你的主意啊！你总是爱胡思乱想。你想干什么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做生意。我说关店就关店，我说卖店就卖店。那我们以后日子怎么办？我不管这样多了，很多人在背后笑我，我的脸已经丢光了，还管以后什么日子？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，谁也不能保证自己身体一辈子都不会出现问题吗？谁也别笑谁。我说不要开店就不要开店，你听到吗？那你回去，我自己做生意。我的话为什么你不要听啊？啊！有理的我就听，没理的我不听。你即使咬死我，我还是要开店的。你还要咬是吗？咬吗？咬！我才住医院几天，你就变。我没变，我只觉得我们问心无愧，为什么要躲起来？我们越要躲，人家越要讲；我们越要变，人家越会笑的。我是男人啊，我要自尊啊。对呀，就因为你要自尊，我们更不应该躲起来。你又没有杀人放火，为什么要躲起来？我也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不管，你刚开店我就烧店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，那我走好了。你想干什么啊？你越相信奥吉，也不相信我，你要我怎么办？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不相信阿龙。你呀，怎么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？到底谁是坏人？是奥吉啊！你进医院的时候，他送烧鸭，又叫我吃鱼翅，我不理他，他还对我动手动脚。要不是小老板在，我都不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啊！真的有事？那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是做生意的嘛，最好不要得罪人，尤其是奥吉这种小人。哎，你最好不要找他拼命啊，他有武功的。等一下你打不过他，给他侮辱，何必呢？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讲的，可是你把好人当坏人，坏人当好人，我不讲也不可以了。王八蛋！我早就知道奥吉不是好人。啊？哪里？我去找他算账了。不要找他算账了，你刚刚出院要照顾自己的身体。奥吉这种人，你不要理他。你看小老板这样帮我们，就这样被他陷害。如果你去找他，他会怎么对付你？海尼，我们开店做生意，关店就回家休息了。别人要怎么讲，就给他们讲，我们什么都听不到。他们讲啊讲啊，就会腻的了。好吧，我们就开店了。你的手还痛吗？妈的，人家从这么远的地方来，我难道你要他睡街边呢？新加坡没有酒店吗？哎呀，现在沙这样流行，酒店都不安全的。哎，对呀，听说那3个最先病倒的哦，是从香港的酒店感染过来的。对咯，哎 ，Thank you 啊，Father。哇，Father都开口支持我了，你有没有听到？那你就随随便便帮人家带回家，你不怕他就是肺点心肺炎的人呐？人
家是从 JB 来的，又不是香港、广州。哎呀，人家都说了，姓马一家亲吗？亲你的头啊，亲呐！你还要我说得很明啊？你呀、来来往往交的那些猪朋狗友啊，哪一个不是赌马的、赌扑克的？你有交过一个正经的吗？你在外面胡搞，我不管。你带回来，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做出什么事儿来？对呀，如果利用这里来运毒的话，那就更糟糕喽。运你的头啊！人家蹦多斯文呐，他的行李箱哦，里面全部都是书嘞。哦，你也有好多书哦，都是马经书。哎妈的！不要再啰嗦了，家里不止住你一个人啊，还有佳倩呢。你带一个陌生人来啊，万一引狼入室，那就糟糕喽。妈的！赢你的头啊！这关你什么屁事？滚出去！谁叫你这样对待威廉的？哎妈的！不要再说了，让他出去。这样我不是很没面子？要老板娘亲自赶他走的话，你更加没有面子。对呀、老板娘，马屁精！有没有衣服要洗的？有的话就拿过来，不要我用请的。不必了，我自己洗。啊，你是谁？小姐，你不要怕，我是坏人。走开！我不是好人。你是谁啊？我要说，我是好人，不是坏人。小姐，啊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走开！不要碰我！你我是好人。小姐，你是谁啊？姐，报警，快点！不要，我是龙大哥朋友。龙大哥，我大哥罗家龙啊！对。姐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在拿衣服，听到后面有声音，以为是你，我怎么知道是他？我以为你在跟我说话。他们对你怎么样？没有，我不是在问你啊！他没对我怎么样，你放开他。真的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吓你的。哎呀，要怎么说？我这个人一紧张起来就语无伦次的。大哥怎么有这种朋友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其实，哎，严格这样讲，我们不算是什么朋友。要怎么说呢？啊，我妹妹是龙大哥的朋友，我是我妹妹哥哥，所以龙大哥就把我当朋友咯。你妹妹是谁啊？我妹妹是林凤娇。哈哈哈，成龙的老婆啊！很多人都这样笑她的，所以她只告诉人家她叫阿娇。你是阿娇的哥哥啊？你是来救她的？怎么了？你妹妹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啊？我妹妹怎么了？快！喂，江福啊，你干什么？都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假的，把他带去楼下问个清楚啦。Hello， 来，坐。老大，怎么？他是你朋友啊？啊，是啊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刚才我上去的时候，一听到珊姐那边大喊呢，结果一看，惨了，珊姐被非礼啊！老板娘说的没错，这家伙果然不是好人。岂有此理！报警！不，我没有。啦，我只是被他吓了一跳。家福，你这张嘴啊！我的话都还没有说完，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是说，我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呢，原来只是误会一场。那其实他根本没有非礼他，那他以为他要非礼他，是他自己在那边呱呱叫。真给你吓死了！真是对不起，给你们惹了那么多麻烦。我真的不是有意吓这位小姐的，我以为她在跟我说话，所以对不起。哎，算了。你们好，我是林文杰，打扰你们了。啊，我来介绍。啊，妈的，这是文杰，这是我妈的。你干什么？哎呀，你这样漂亮，给人家看看你的脸吗？神经病！伯母你好。哎，father，这是文杰，这是我father。伯父你好。这个哦，马屁精咯，你可以叫他威廉。龙哥，我什么？去拿水啦！来，坐，来坐。走啊！哎，我没有骗你哦，我那朋友很斯文哦。哎，father，来，来讲句公道话嘞，我朋友很斯文哦。哎，妈的，是不是？你看。龙哥，你没有听人家说什么叫斯文败类？哎，对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还是请他吃一顿，打发他走。
的，我很难开口的嘞，你叫我怎么讲？那是你的事儿啊。文姐啊，你妹跟老高结婚是不是另有原因啊？这怎么说？啊，你妹跟老高年纪差这么多，我想应该有20几岁，对不对？30岁，我妹妹23，我妹夫53。啊，你妹夫50？你妹夫53岁啊？那你不会觉得有问题吗？不错，从世俗的眼光来看，的确给人家一种不相配的感觉。不过我们必须承认，爱情是无法解释的，也不能用常理去判断。年龄不能阻止爱情的发生，年龄对真正的爱是没有意义的。日本诗人松尾芭蕉说：“岁月是百代的过客，而失去的年华也是旅客。”所以，生命是一瞬间，只要在短暂的生命里找到真正的爱，是一种很幸福的事。所以何必去在乎那些外在的条件，比如年龄、身材、样貌等等。你说的很有道理啊。还有你刚刚说到什么日本香蕉，他说的也有道理，是松尾芭蕉。惨了，我刚才要跟你说什么啊？刚才我们谈到我妹妹和我妹夫的事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你妹妹跟老高真的是因为相爱而结婚的吗？就这件事啊，我跟我妹妹深谈过几次，她很肯定的跟我说，她是爱老高的。虽然我觉得有点委屈她，不过也不能说什么。笨蛋，女孩子的心事是那么容易了解的吗？可是你一点怀疑都没有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刚刚你用“救我妹妹”这个字眼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今天早上我还看到我妹妹，她一切都很好啊。其实我这几次看到你妹妹的手啊，都又红又肿了，所以我怀疑。你干嘛？你八卦什么？来，文杰，翠瑜，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我那胡说八道，我说的是事实啊。龙大哥，我妹妹。哎呀，你不要信他啦，他是演戏的嘞。哎，不过不是演电影或电视哦，他是演那种“你是我的太阳，你是我的月亮”那种没有人看的戏哦。舞台演员。对咯，站在舞台上那一种咯，夸张的要死。你相信他，你一定死啊！可是他说我妹妹的手又红又肿啊。都说他夸张了，给蚊子叮到而已吗？什么又红又肿？什么又红又肿？喂！为什么？哎呀，文杰，你吃东西哦，如果不够，里面还有。你坐在这里，人家怎么吃？出去啦！干嘛？哎呀，出来啦！干嘛啦你？人家来新加坡是度假的哦，你不要大嘴巴在这里搞风搞雨啊！我说你脑袋有问题啊！什么问题？你明明知道阿娇是被老高虐待的。什么虐待？这都是你自己猜的吗？我亲眼看到她的手被咬伤啊！人家哥哥都讲哦，人家是情愿嫁给老高的嘞，关你屁事！阿娇也讲过吗？她的事不要让他哥知道嘞。那他不是承认他被老高虐待咯？要不然怎么怕他哥哥知道呢？哎呀，总之他们的事你不要管啦！你这叫助纣为虐，帮着老高虐待阿娇。你再讲，相不相信我虐待你啊？你以为用暴力了不起啊？我是不容易屈服的，我就定阿娇了。喂！妈！你哦，太极拳会不会打？应该是这样嘛，推过去，你推过来嘛啊，然后再一收啊，这样一推，最后再来一个哎！妈的，太极拳哪有这样用力的？我武力高强啊！抢你的头啊！你分明是我好了，够了没？这里是少林寺还是武当山啊？老板娘，不好了，客人都跑光了。为什么？你说你风流倜傥，无人能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遍布四面八方。可当你亲手做这事。
成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，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